比特币今天有机会冲击49000吗？如果上去的话，我们要关注什么位置呢？大家好，我是老刘。如果各位今天是第一次关注我影片的话，记得影片开始前呢，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响铃。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下比特币、以太坊还有Solana这3只币种。我们废话都不多说，我们来直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吧。我们今天先从周线级别看起哦。其实周线级别呢，盘面可以注意到一个事情是，在上个礼拜拉了一波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上涨哦。如果我们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其实已经连续涨了大约7天的时间左右。当然，算突破开始的话，大约是5天左右的时间。那这里会不会是一个短期的顶部呢？或者说，在这个地方会不会进行一个调整或者是回调呢？我个人觉得是有机会的但是呢，目前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有一段上涨。好，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吧。那我们从昨天上来讲就是我们说到这个1小时级别的盘面其实我们说过，比特币呢现在是需要进入一个调整段的。那一定需要调整，可是，在昨天踩到这个46800块小15分钟级别这个支撑之后，就直接来到48000块测试之后就直接冲上去了。那目前来看这个短暂的箱体是已经突破了，包括说这边曾经的1点、2点。好，箱体的上边界2点已经是成功突破的，突破了之后呢，这边又走了一个收敛调整。好，待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怎么去判断，或者说我们应该去关注哪一些关键价位。好，我们先切回去日线级别吧。其实日线级别我们讲到的事情是，比特币现在连续上涨7天嘛，那大家要追也追不了要这个做空也肯定是不能去做空了，毕竟现在这么强势。那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去操作呢？首先可以关注一个事情是，这段上涨行情是1小时级别，好，1小时级别收敛调整之后，直接开启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那通常这种上涨是比较罕见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收敛级别的扩散呢，是从1小时级别收敛完之后，好，开始走4小时级别行情。那4小时级别行情走出来之后，调整完之后，才会开启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可是这一段呢，是直接1小时级别收敛完之后，就开始爆发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那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但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当它直接一波到位之后，现在呢是卡在一个比较关键的价位了。那这个位置呢是需要去重点关注它待会儿会怎么走的。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判断？好，日线级别上涨呢，按理来说，它是需要走一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调整的。那4小时级别收敛调整我们就要去关注这个4小时级别的这个支撑与阻力嘛。那目前来说呢，上方4小时级别压制，当然还是在48000到49000了也就是曾经的这个前高位附近。但是目前来看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高位盘整嘛，也不好去做判断。我们待会从更小级别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可以看到的事情是，上方关注48000、49000，那下方呢就可以关注什么？关注这个4小时级别支撑45500块跟这个44800块这2个位置。好，当然呢，44800块也是曾经我们这个第一段日线级别第一段爆冲打到的这个曾经的这个关键压制。但是你可以发现的事情是这个支撑到底还有没有效果？那我们去看一下现在这段的话，你可以发现到它曾经在4小时级别是一波直接冲上去的，但这也很正常的，因为它是开启日线级别上涨，当然4小时级别的这个压力就撑不住了。然后包括我们讲的第二个压力位，第二个支撑位45500块，其实它也不算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这边也是直接一波干上去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重点关注，就是它如果可以开启4小时级别的调整的话，那它下一个位置会不会有如果强势一点的话，就踩45500嘛，然后再弱势一点就踩44800块左右。好，这是我目前会考虑去接比特币多单的位置。那为什么要考虑去接多单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这段是维克夫派法，可是维克夫派法呢，其实最后的这个首家，或者说我最后会看空的点位是45500块。一旦突破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去过度看空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虽然它目前有一个潜在的双顶但是当它已经突破了我们认为应该派发的一个价位的时候，好，你拉到这么高的时候，你再去看空，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属于比较逆势的。毕竟你看4小时级别正在上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暗示了，就跟你说现在就是多头比较强势的。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应该是趁着看它有没有机会回调，那有回调之后，我们再去介入一些比较激进的多单，或者说去寻找一些介入的机会。有可能之后会走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比方说才到45000之后，好，来走一个收敛调整之后突破，我们再可能往这个5万块上冲，有可能会这样子。那或者再涨到一小段嘛，当然比方说49000多块之后，来一个4小时级别回调，然后开始一样走一个收敛调整的突破。因为目前来看呢，多头量能真的比较强势的，所以我个人是真的不太建议去做空，除非你是要去做对冲，那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除非
你除了对冲以外的这个行情呢，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建议做空。虽然说现在目前看起来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潜在需求。那我们来看看1小时级别吧。1小时级别可以看到的事情是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它需要调整嘛，然后目前来看这边是有一个很小级别的这个箱体调整。首先呢，我要先说这个箱体调整呢不是非常的标准，因为正常的箱体调整呢，它理应上在这是15分钟级别箱体调整呢，我们用1小时级别来看。那理应上一个正常的箱体调整呢，它是需要有一个上下各3点的接触。那当它这种突破的时候，它才会是一个比较强势有效的突破。可是因为周六周日行情其实很多人在这边 FOMO 或者说有很多人在这边去追多，导致于说他没有办法去走一个完整的箱体盘整，就直接突破了。那突破之后呢，我们调小15分钟级别来看的话，你可以发现到事情是这里呢又走了一个收敛调整。所以到底要用哪一个收敛调整来判断会比较精确呢？好，你看这边是不是也走了一个上下各3点的这个接触点的这个收敛调整呢？好，现在是反弹，那后面有没有可能会跌下去，或者说延续涨上去？这边给你2个方案你可能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或许已经突破了，但是或许已经可能突破上方或者是跌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去关注几个事情。第一个，如果它向上突破的话，我们可以关注这个价位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是一个箱体调整的判断的话，好，它往上拓展。价格呢，大概是在49,300块左右，49,200到49,300块左右。那这也曾经是我们这个4小时级别曾经的这个前高位曾经差到这个49,000块左右，所以位置蛮接近的，可以去关注一下这边有没有可能真的打一个双顶之后来一个回落。那这是突破的情境我们去切回15分钟级别吧。我们现在关注49,300块，除了是这一段箱体调整突破以外，也是我们上方这个小15分钟级别收敛调整的向上突破。你看如果我们去抓一个这个结构向上拓展来看的话，你可以发现它完成价大概48,900块左右，那45算49,000块，我会算49,000块了。所以48,900到49,300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价位。如果它可以突破的话，可以关注短期上有没有可能打这个位置之后，来一个预主回落。那可不可以追多呢？你可以去小尝试追多了，但是风险比较高，毕竟它是属于一个15分钟级别的收敛调整，所以你要追多的话，你在这边等突破嘛。突破去追笔多单到49,000块左右，如果能突破的话啦，这是我个人目前的看法。当然跌破也有跌破的剧本毕竟它还是震荡调整嘛，震荡调整不去猜行情，包括说这个结构确实你看突破箱体短期突破之后，还对这个箱体的上边就一直磨，那有没有可能会跌破呢？包括说这个结构是一个看跌的收敛三角嘛，对不对？那跌破可以关注什么价位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有几个价位可以关注。第一个，它是15分钟级别收敛调整，所以我们要判断的事情是，它如果开启下跌的话，我们会认为它至少要开启1小时级别下跌嘛。那1小时级别的支撑呢，目前还是在这个位置46,880块左右算46,900吧，算46,900块左右吧。它也只有跌破这段箱体才可以确认说当前是走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或者说4小时级别下跌还是就会跌到这个位置44,800块左右。可是我个人认为短期上是比较难跌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先关注这个1小时级别支撑吧，46,800块左右。那你要接多可以吗？你在这边接多的话是属于一个1小时级别支撑左侧接多，所以你去接多的话，你要去留意一个事情是，它有可能就会来一个可能15分钟级别收敛调整或者是1小时级别的反弹，走完之后就会开启一波可能会开启一波4小时级别下跌，所以不要。你要这边追多可以，那你要去一来仓位不要太大，二来的话你要去注意1小时级别的，比方说应该这样讲好了。好，跌下来之后反弹的话，那1小时级别支撑可能就在48,000块左右，也有可能短期不会超过48,000块，因为如果说它真的跌下来的话，这边有可能会走一个短时间的 PO3你看高位的 PO3嘛，包括说这边是曾经的这个庄家的这个操纵不是操纵，这个吸筹之后拉一个假突破来一个操纵跌回去的话，那至少目标价是可以跌到这个46,900块左右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跌破的话是有机会来到46,900块左右的。好，那这是我的目前多空的观点，现在是处在一个6日收敛震荡。那我们之前有讲过，6日是很大概率会走这个小15分钟级别收敛震荡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或许有效，但是做空的话，我觉得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周线收盘嘛，周线收盘的话有可能会也不好说，怎么走也不好说。那么来看以太坊吧，以太坊其实我们昨天有讲过就是这个位置呢，其实走一个收敛调整之后呢，这边我们要关注它会不会跌破嘛。可是它跌破之后呢，直接来插一下就直接收上去了。那这边我们也昨天在这个Discord 公开群上面有跟大家讲过，这边看起来是蛮像假跌破的。包括说我自己是在跌破的时候追了一下之后，发现干跌不下去，我就直接把它平掉了。
那平仓之后呢，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平仓之后，好，它这边踩了一下就直接上去嘛。那这边上去突破是可以追的吗？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要留一个事情就是它突破之后，它在突破之前呢，其实它没有对于这个上边界做多一次测试。那理应上来说呢，一个比较好的健康上涨的话，它通常是好踩了一下打上来，然后来最后一个回调再突破。所以它没有来一个最后的回调这个动作，又或者说一个调整的这个收敛的这个动作，它是直接突破了。所以这时候它就会来一个假跌破，不是假跌破，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假突破，然后再继续往上涨。那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搞？可以啊，可以搞。但是目前呢，这个上涨到底结束了没？我个人觉得算是已经结束了。包括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上方的压制啊，这个15分钟级别上方压制是在2520左右。那如果是结构呢？如果从结构的这个拓展来看的话，其实也算是到位了。你看，我们在这里吧，大概在这里放的话，差不多到位了。那目前来看呢，在短期上，小15分钟级别这个压制上，你就走了一个收敛调整。你看是不是有一点类似于这个头肩顶？当然，我个人觉得小15分钟级别看头肩顶是有一点奇怪了。但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小收敛调整之后，发现上不去了，好，跌破再来回踩之后再延续下跌。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以太坊会比比特币先来的更早下跌，但是到底会不会延续下跌，或者说比特币到底会不会跌下去，这个东西我们还真不好说。我们至少要等到它收敛结束之后再做一个判断。好，最后我们再看Solana吧。Solana呢，其实我们在大概在4-5天前吧，我们讲过这边有一个1小时级别收敛震荡嘛。收敛震荡走出来之后呢，它开启了这波上涨呢。我们说1小时级别结构至少先寻找1小时的压力位，那价格在102.7嘛。可是后来呢，它是直接一波干上去了。那这一段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4小时级别上涨。包括说这个1小时级别收敛结构走出来之后啊，它开启了这个上涨呢，其实也算是差不多打到位了，甚至有稍微突破一点，但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只是大概抓一个位置嘛，所以它突破上去之后呢，达这个位置之后，目前呢，在这个15分钟级别呢是有走出一个收敛调整的。你可以看到事情是这里呢，它就走了一个，我个人觉得还算是稍微比较标准的一个结构啊。但是我们有在 Discord 社群跟大家讲过，就是可以看空，但是不太适合做空。你看这边刚好有上下各3点的接触，然后来一个弱反弹之后直接下跌。那这个下跌走出来之后呢，目前呢，已经达到了第一个15分钟级别潜在支撑，包括说这边的曾经15分钟级别前高跟这个起涨点。好，这个是15分钟级别的支撑。那正常来说，我们讲过15分钟级别收敛要开启1小时级别下跌，但是防守呢，至少要先抓15分钟级别的这个该调整行情的这个级别来做一个防守，因为有很多时候会出现，比方说踩到15分钟级别支撑之后，好，假跌破直接反弹上来，然后创新高，这种很常见啊，在币圈上面真的很常见，所以做一个防守也没关系哦。那跌破之后呢，我们稍微往下抓一下，你可以发现到它的完成价在104.83左右，104.83呢也是我们曾经这一段调整的这个Volume Area Low 的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15分钟级别第一段反弹创出这个高点的位置。所以我个人觉得1小时级别下跌的话，完成价是在105左右哈，完成价是105左右。当然了，这是空头的止盈价，可是我们没有推荐大家做空嘛，所以如果你要去进场多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看比它104左右这个位置呢，可以去介入一笔多单，然后就可以走一个1小时级别调整段，可能是一个短期的1小时级别低位，包括说这边突破之后上涨，好，走一个1小时级别可能啊潜在的一个调整。那具体调整怎么走呢？我们就只能等它调整走出来之后再做个判断。所以这边有可能是一个收敛调整的一个低点啊，有可能会是个低点，那就可以去值得关注一下。好，那以上3个观点，简单来说呢，目前比特币是快要到一个关键压力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去推荐大家去追多的原因。那目前来说，真的要做的话，我们只能去从6日的震荡行情去寻找一些突破口。所谓的突破口就是可能突破一些收敛结构啊，或者说跌破收敛结构，去做一些短线上操作，然后去尝试从短线上去推动一波大行情。当然这是很难操作，而且风险也非常高，所以这几天我还是会劝大家去好好过新年，然后去好好休息这样子。那这是我个人观点。如果各位喜欢这些影片内容的话，欢迎想要学习更多的交易分析方法的话，欢迎加入我 Discord 社区。那连接呢就在我的影片下方。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